我之前有一次試着想要把白髮留起來，結果在布丁頭階段失敗了。我覺得留一頭灰白髮是遲早的事，因為染髮劑的毒素很強，對身體真的不好，完全不必懷疑會對健康帶來可怕的影響。隨着年齡漸長，補白髮髮根越來越密集，頭皮也越來越脆弱，所以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的。留灰白髮涉及了幾個困難。第一個，從黑到白的技術問題，我會分享我會診的方法。第二個，從黑到白的心理和社會性問題，這個我自己也有體會，也有聽過一些 YouTuber 的分享。第三個是灰白髮的美感問題。從黑到白的技術問題，我目前為止看到的方法不外乎下面5種。第一個，什麼都不做，讓白髮自然生長。每個人的速度不一樣，以平均1個月1公分的速度，大概需要2年才能夠留到肩膀的長度。這2年要過渡不同程度的難看的布丁頭，強烈的考驗你留白髮的決心。第二個是把現有的頭髮剪掉或剪得極短，重新長出白髮。女性一般都不太有這種造型，這是一種會引起所有人的側目和關心，而且很難駕馭的造型。第三種，去髮廊一次性漂白，或染成金色、灰色、銀色等淺色造型，過渡成全白色。對於既有的深色頭髮，這個過程很暴力，很傷髮質，也很傷頭皮，但是呢，可以跳開過渡期的痛苦。第四種，戴假髮，無論是自然長、剃短，都可以利用假髮來度過這個過渡期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搜尋過蝦皮、Momo、淘寶等平台管道，沒有什麼能看的灰白假髮可以用。基本上，灰白假髮都是用來做舞台表演或者是 cosplay 用的，都是刻板的老奶奶或者是動漫的仙女造型，不太適合平常人用。所以戴假髮過渡只能戴深色的假髮，因為選擇比較多，然後把過渡期的白髮藏在裡面。第5種是讓頭髮自然生長，但是保持一小部分局部染深色，染過的那一小撮披下來，可以讓髮色參差有形，類似挑染的效果。相反方向分髮線的時候呢，就會露出所有的白髮。等到過2年布丁頭過渡完之後，這一撮也可以不用再染了。這套方法我看過國內的訪問有稍微提到過，也有國外的 YouTuber 仔細介紹。他染的那一小撮基本上就是這個地方2/3，一小撮披下來，如果放過去就會全白。接下來是從黑到白的心理和社會性問題。白髮就是老，這個觀念和視覺印象固定根深，很難改變。要不就要不在意，要不就要自己做出新的成功典範。不在意別人覺得你老或者是不好看，也許還可以，但是呢，你要過得了自己這一關。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子不好看？很多人都會好心的告訴你，白髮去染一染會年輕多了，好看多了。面對這些好意，你是否不會動搖？我上次留白髮失敗，就是被鄰居親近的80幾歲的婆婆勸告的，那是最後一根稻草。沒有特殊理由要留一頭白髮，要有強烈的心智、自信，以及面對他人的一貫姿態，最好是有伴。我看過的一個國外 YouTuber， 除了現身說法、經營頻道教方法之外，也經營臉書社群，聚集所有有共同想法的人，互相砥礪、切磋和支持，一起度過 Going Gray 的過程。我好奇的想找國內是不是有類似的社團，並沒有看見。如果有人知道的話，
麻煩留言告訴我。此外，非常重要的是白髮、灰白髮的美感問題。我們習慣的化妝、衣着和造型都是以黑髮為主流的，白髮的造型美感還需要摸索，甚至也沒有專業的支持。你要白髮染黑，有很多的美髮師可以幫你做得很好，但是白髮造型呢，就是普遍缺乏經驗。每個人的灰白髮都不一樣，有各種不同的混合比例和分布。我在淘寶的一個假髮商店中，發現他們定義白色假髮的時候，所謂的灰白髮是白髮50、黑髮50的比例，銀白髮是白髮80、黑髮20的比例。這些呢是做假髮的黃金比例，但是我們自己留出來的灰白髮不見得是這個比例，跟五官或身材造型一樣，必須要自己消化轉化成為適合自己的整理方式。即使是灰白髮，優雅有型也是必須的。這條路遲早要走，我也很想盡快就開始。以上是我目前學到的心得，如果你有相關的心得或者是高見，歡迎也留言分享。